我觉得光这一点就会让我一定想买 iPhone 12。好，我们又回到今天的快报，我觉得过了非常久了，那我也一阵子没有更新。那最近有很多好消息、坏消息，大家都一直传讯息来给我，那我们今天就一直把它讲完。好，那开始前一样，记得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咯。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第一个就是 iPhone 12，那120Hz Promotion 为什么现在的留言很分歧？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这个当然是跟电池容量缩小有点关系。那再来我们会讲到$200的 iPhone SE， 然后还有新的 Lightning 线，因为其实这两个爆料都是从同一个人先开始讲出来的。那我们就会来慢慢分析它先前爆料的可信度。然后下一个我们就会讲说没有送充电器、耳机。上礼拜有个投票，那大家的反应现在看起来不会降价之外还涨价，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那最后一点我们会讲到就是让 iPhone 12今年会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就先来讲 120Hz 为什么今年的留言那么分歧。好，那我们要先来讲这个 120Hz 是什么东西。那这个 120Hz 就是说让你的萤幕每一秒的刷新率有120次，那这就是你本身萤幕的规格，那这跟你所看到的影片内容这个两者是区分开来的。如果说每一秒刷新要120次，那我们平常在看的影片它每一秒刷新率是几次呢？以 YouTube 来讲，大部分都是24、30跟60。OK， 那以我自己本身拍的影片，我几乎都是拍24。那我先前为了测试，我有拍了一个60 frame per second 的一个影片，拍了2支吧，没有任何人看得出来，也没有任何人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你今天用的拍的方式不一样，或是看起来不一样。OK， 所以我觉得到底多少人真的在意这个或看得出这个？好，那我们来讲电影有什么是用120 frame per second 拍的？其实以近期来有名的电影就是只有2个嘛，就是李安拍的那2支《双子杀手》跟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那问题是你除非去的戏院是有支援到这个120Hz 的萤幕，你才看得出来这个差别。一般很多戏院其实都还是以每秒60个或48个来放送。还有他们现在上市的 Blu-ray DVD 的版本，就算是 4K 的版本，他们也最高也只有支援到每秒60个。实际上在内容里面使用上，至少在电影还有 YouTube 看影片这些部分真的看不太到。那它实际上最大的用处，以目前为止在哪里？以我个人而言，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在 iPad Pro 上面，你要搭配 Apple Pencil 使用的时候，我们手在画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那个很快的那个笔触感。如果说要让萤幕的感觉跟你实际上在笔画上的感觉很接近的话，它刷新率自然就要很高，甚至将来到180或240Hz，我觉得这个都是真的有这个必要。那第二个就是玩电动的人，那电动其实还有分就是不一样的电动啊。如果你玩的是速度要很快的不管是枪击first person shooting 或者是赛车，我觉得这个刷新率就有实际的用途。那以我本身来讲，我没有在玩电动那我觉得排除掉这个平常去刷萤幕觉得它动得很快很真实的那种爽感之外，120Hz我觉得牺牲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耗电力。我们每一秒如果它需要刷新的倍数是高于先前的1倍，那你处理器的承载率也会高于先前的1倍。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内容其实也没有到那个速率，那如果你可以用软体去限制，或是你可以用软体去模拟出来它看起来有那个感觉，但问题都不会很真实啦。那今天的 iPhone 我们知道有4支不同的 iPhone， 3个不同的尺寸，有2个不同的等级，那所以他们现在有4个选择呢。第一个选择就是全部都有120Hz， 这可能性我觉得是最低最低。先前有讲到就是连 6.1 寸的 Pro 那一台基本上就一个测试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测试其实已经确定就是电池续航力。那这个测试没有通过，那如果 6.1 寸都没有办法通过，那 5.4 寸更没有可能，它续航力就不可能通过，更何况又有留言出来说电池容量会变小。那第二个选择就是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只有 Pro 的等级有，那就是 6.1 寸跟 6.7 寸的 Pro 有这个120Hz。他们在选择是说他们要用多少的软体去限制住它，限制住多少的使用情境上面，让它的电池续航力可以够。那如果你限制的太多，变成这个120Hz你花这个钱这个成本下去，它实际上的意义就不大。限制太少，续航力当然就是会让大家很不满意。那第三个可能就是只有 6.7 寸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就是非常可能，就有点略低于就是只有 Pro 等级有的那个可能性。但是这个也会让人家不管在行销上或是在消费者购买上，我觉得你今天有4支电话，然后到最后变成只有最贵的那一支有，那会不会相对去伤害到本来有意愿购买这个下面3支等级的消费者？那 Pro 里面又分成2个不一样的级距，一个有120Hz， 一个没有，这个也是他们碰到的问题。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全部都没有，那这个也是先前留言传出来的。那为什么会全部都没有呢？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简单，行销上面也非常简单，然后在成本用料上面又省钱，可以慢慢等，譬如说明年后年换成自家的 Mini LED 或 Micro LED 的时候，再全部让它有这个规格。那这个选择当然多少会影响到销售量，可是我们反过来讲，以
今年疫情的情况，美国的疫情也还是非常严重啊。我们现在可能身在台湾，我们以目前来讲，我们没有很大的这种体验感。可是其实在世界很多地方，现在的疫情都还是非常严重。如果以他们的看法说，那今年的疫情情况这样子，多少就已经会影响到大家花钱的意愿。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年去压重本？可是并没有那么多人有这个闲钱去购买这个新的电话，所以这个另一方面，我觉得疫情也是影响到，不管是今年他们的量产已经向后延了将近1个月，还有至于他们现在整个产品线的规划，整个都受到影响。以我个人本身来讲的话，有没有120Hz可能不太会影响到我升级的意愿。如果我没有做这个频道的话，我是不可能每年去换一支新 iPhone，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如果刚好我今年是需要换我一支新电话的话，我觉得120Hz有或没有不太会去影响到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看它相机有没有升级。好，那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们，如果你们本来就有要升级，今年就有预计要升级的人，如果到最后出来的 iPhone 12或12 Pro 是没有120 Hz 的萤幕，那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升级的意愿？好，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就是$200的 iPhone SE 啊，据说是减配版。据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拿掉充电器还有耳机，它还能再怎样的简化，让它降到$200，让它没有无线充电吗？整个背板没有玻璃，变成是全铝合金的机身，或是晶片降级到 A11、A12。我们先来看，就是说这个爆料者他先前爆料出什么？他先前有讲苹果考虑让其他厂商购买自家设计的晶片用在他们的电脑上面，然后苹果现在在制作自家设计晶片的游戏机。还有一个爆料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准确度比较高，因为这个可以验证。全新设计的 Lightning 线，那这个其实是在那个图片流出来的前几天，它就已经爆料出来了。OK， 还有另外，它是比 John Prosser 更早爆料会有折叠 iPhone 的人，这几项还没有办法验证。但是我们就先来讲 iPhone SE 这个，它的讲法是说$200到$300之间。以这个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就大很多了。我们就讲299好了。明年3、4月的时候，A13的晶片也基本上也旧了。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把它降到299，我基本上也是蛮合理的啦。那我就很有可能就是一样的 iPhone SE， 然后拿掉充电器还有耳机线，然后让它的价格在$200跟$300之间，我觉得这可能性就大非常多。好，我们再来讲上一周的投票，就是我问大家说在不在意苹果拿掉充电器还有耳机孔然后降价，那下面就有人留言就是说你想太多了，应该是通通会拿掉然后再涨价。对啦，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想给苹果这样的选择，可是目前传出来的消息就很有可能是这样。那我们就先来讲，就是说大家对没有附充电器的反应，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其实根本不太在意，不管自己是使用上一代的或是自己使用充率更高、更稳定更多接头的充电器，他们不太用苹果里面的充电器，也并不太用苹果里面的耳机。那当然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人会有用。那这个投票还是先前以如果会降价的前提来讲，其实都还是有一些人并不太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又讲到要涨价，其实非常多原因，当然就是萤幕的升级啊，还有就是说先前有传出说用京东方的萤幕，那现在京东方已经出局了，那当然这个成本又会垫高。那在新冠肺炎的原因呢，他们整体的盈利受到伤害。那另外就是5G 加上整个全新的设计，说他们模组全新设计，为了要塞进5G 的晶片，然后可能有新的相机的模组配上更好的晶片，就是说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升级，那成本相对垫高，所以很有可能因为这样，他们需要用其他方式来找办法去降低成本。第一个当然就是拿掉充电器还有耳机，这多多少少会省他们大概几块钱美金的成本啦。可是我们就是先把钱往另一边看好了，我们就来讲另外一个数字我们今天讲这个数字是30万吨，手机厂商每一年附送充电器还有耳机所制造出来的电子配件的垃圾，英文叫做 e-waste， 至少每一年有30万吨。那这个30万吨还只是计算就是这个浪费的配件的本身，我们还没有计算到它在制造过程中所浪费的材料所造成的污染。那另外一点当然还有运送，如果今天少了这些配件，一个 iPhone 的盒子就可以比现在少至少30% 左右，这当然在运送过程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浪费。那我们以现在资料看来，市面上做的市调有将近50% 的人他们并不会用里面所附的配件。那我们讲保守一点，或许很多长辈或者他们不会去参加这些问卷调查，我们讲就算30% 好了。那以30万吨的电子垃圾来讲呢，这个基本上每年就会少了至少10万吨的电子垃圾。那可能会有更多人因为里面没有而试着去找出他们以前旧的东西过来用。苹果每次做一件事的时候，其他厂商第一年可能会笑他们，然后再来就会慢慢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整体电子垃圾污染的影响会比我们现在
在所看到还要大很多。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部分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就是说，我们也支持你环保，但是你也不要涨价，至少降一点给我们。我本身当然也不希望看到涨价，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整个市场的反应嘛。那苹果丢这个消息出来，当然就是也是想要看市场的反应。那如果事后出来真的是，这个配件没有，然后相对又涨价的话，我们消费者其实就可以用市场机制去制衡他们。但我相信很多可能现在在骂的人还是偷偷会去买。好，那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 iPhone 12现在比去年 iPhone 11贵了$50，然后又少了充电器还有耳机，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买？好，那今天最后一个我们就来讲到，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吸引我会购买 iPhone 12的理由。那以现在流出来的这些给厂商的这个 3D 的模型看来，我们先排除就是说它镜头会有几颗的部分，我们就光看它相机模组那一块方形，那相对起来它比先前大了非常多。因为我目前跟厂商得到的消息是说，到底会有几颗镜头，这个他们现在还不确定，因为至少先前他们在这个部分苹果都不会给他们确切的答案，所以几颗镜头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第一个有可能的就是说，整个模组变大，代表他们还是有可能把 LiDAR 放在里面。如果有配合 LiDAR 的相机，我先前期就有提过，会有几个个人觉得会很好用的功能，像是人像摄影模式。其实现在有一个 App 已经有，可是效果并不是太好。还有配合其他 AR、VR 的功能在里面，所以这个就会让 LiDAR 可能会回来的可能性，让我看到有一点点曙光啦。然后又看到现在他们所流出来的设计图，他们的麦克风有向镜头的左边移了一点。OK， 那会不会为了这个就是让下面可以放上一颗 LiDAR？ 这我不知道，希望是会看到。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如果没有 LiDAR， 那如果光是方形的模组变大，然后每颗镜头也变大的话，那我们所会看到的就是镜头的晶片绝对会向上提升。这个在实际拍照上，不管在你的画素啊、画质啊，还有夜拍的时候，水准都会向上提升。当然，现在有相机夜拍模式，可是我希望看到就是说，至少在摄影，我们也可以看到夜拍的水准向上提升。不管是哪一个或是两个都有，我觉得这个都会构成我愿意买 iPhone 12 Pro 的一个理由。因为其实我在先前的影片都有讲到，我最在意的其实就是拍照的画质，因为这个对我而言就是我每天带在身旁的相机。好，我们就来回顾3个要讨论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们原本要购买 iPhone 12或12 Pro， 那现在因为看到这个没有120Hz 的萤幕，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购买？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年的 iPhone 12同等级的规格，它的定价比去年多了50块，然后相对又少充电头还有有线耳机的配件，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购买？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年120Hz也没有，然后里面的充电器啊，然后有线耳机也没有，那唯一让你最有感的升级，除了设计的部分，就是它的相机的水准大大的提升，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有购买的意愿？好，那3个问题，希望听到你们大家怎么想，我们可以在下方讨论。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好，喜欢的话记得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分享。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